聊到自己上次来华夏的遭遇，吉米就一肚子辛酸泪。他拿着麦克风，像开批斗大会那样，对着奈特疯狂开炮，不但把自己的遭遇详细的控诉一通，还拿出手机，把自己之前让奈特发给自己的证据一股脑的全抖了出来。这一下就算是彻底引爆了火药桶，现场所有高级合伙人有一个算一个，每个人都有大量证据掌握在奈特的手里，而且几乎全是几百上千万美金的标的。只要东窗事发，不是进监狱，就是面临巨额赔偿。一时间，会场内全是对奈特的谩骂声，让他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甚至还有群情激愤的高级合伙人想要冲上来跟奈特动手。奈特也是又愁又怕，本以为自己能收买了吉米，并且借他的光跟史蒂夫拉近关系，万没想到上了这家伙的当。现在局面已经完全失控，真要是动起手来，自己哪能扛得住？退一步说，就算是不动手，这些人都找自己要说法，自己怎么给？吉米眼见奈特满脸惶恐，心里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连带着之前在华夏的遭遇也都跟着缓解了不少。见大家都围着奈特要说法，他便将麦克风塞到奈特手里，冷声道：“来吧，奈特，既然大家都希望你给个解释，那你就直接当着大家的面跟大家解释一下。”奈特擦了把冷汗，战战兢兢地说道：“我先跟大家道个歉，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可我也是没办法啊。行业竞争本来就非常激烈，各位也都是律所的中流砥柱，虽然赚的不是最多的，但却是产出最多的。一旦有人跳槽或者离职创业，对律所都是巨大的损失。”说着，奈特又有些委屈地说道：“其实只要大家安安分分地在爱丽丝律师事务所工作，我是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威胁到诸位人身安全或者职业前景的事情来的。”先前那个艾瑞克冷声道：“你少在这里假惺惺了，吉米的事情难道还不够典型吗？他只是个人在华夏出了点状况就被你卖了。”奈特哭丧着脸道：“那是因为他得罪了罗斯柴尔德先生啊。”史蒂夫听闻这话，皱眉瞪了他一眼。奈特吓得赶紧闭上了嘴，表情委屈得如同怨妇。艾瑞克这时候继续追问：“奈特，我也不想跟你争论你跟吉米谁对谁错，我只想知道，关于给我们挖坑设套的这件事，你准备给我们一个怎样的解决方案？”奈特赶紧举起右手，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向上帝发誓，我可以当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绝不再以此来要挟诸位。”吉米鄙夷地说道：“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你说的倒是简单，可说不定哪天我们得罪了你，或者影响了你的利益，你就会把这些证据拿出来整死我们。”吉米说得对，一人高声道：“依我看，现在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由律所出一份声明，声明我们所有的违规操作都是得到律所同意的，律所放弃追究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人的话一出口，众人立刻被点醒了，纷纷附和道：“没错，这个办法最好，把这个声明签好给我们，再交由司法部门公证，一旦具备法律效力，我们就跟爱丽丝解除雇佣合约，大家以后两不相干，谁也不要找彼此麻烦。”其他人也立刻高举双手表示赞同，他们现在最怕的是这些证据被奈特用来起诉自己，一旦奈特代表律所放弃了这个权利，那就自然不存在任何法律风险，就算 FBI 来调查也没用，因为这是公司允许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第二个诉求就是与奈特划清界限，毕竟这么恶心又阴险狡诈之人，谁都不想继续跟在他的身边卖力，解除雇佣合约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奈特一听众人的这两点诉求，方才的紧张忐忑瞬间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怒不可遏。他环视众人，冷声道：“我刚才主动退一步给你们机会，是希望大家能够保证相安无事，继续一起赚钱发财。如果你们想离开爱丽丝，那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让步？我告诉你们，我之所以留下证据，就是怕你们反水。你们中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谁敢反水，我一定会把他送进监狱。”
说罢，他赶紧又讨好的看向吉米，开口道：吉米，我们之间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你跟他们不一样，千万不要被他们拉进他们的阵营里，他们是想拉你下水啊。对奈特来说，这些人如果真要跟自己撕破脸，那自己为了自身利益，自然是不可能一退到底的。反正是他们有把柄在自己手里，又不是自己有把柄在他们手里。况且这件事闹大了，自己无非损失名声，但他们无一例外都要面临巨额赔偿和牢狱之灾。这种情况下，自己怎么可能被他们拿捏？唯一能拿捏自己的就是吉米，除了吉米之外的其他人，自己可以都不惯着。其他人一听这话，一下子便紧张起来。刚才大家确实非常生气，非常上头，恨不得直接把奈特原地打死。但奈特刚才的一席话，也让他们冷静了不少。仔细分析其中利弊，其实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实际上还是弱势群体。一旦跟奈特彻底翻脸，奈特把证据放出来，他们一个个全得完蛋。所以现在的关键就到了吉米身上。大家都看得出，吉米现在不一样了，他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撑腰，奈特绝对不敢得罪他。如果他帮大家争取利益，那大家还能有些斡旋的机会，否则的话，大家还真没谁敢跟奈特撕破脸。如果不能撕破脸，那这件事最后的解决方案肯定就是大家继续在爱丽丝工作，而奈特出于安全考虑，一定会想办法用新人不断把大家的资源都慢慢稀释掉，等大家对律所没那么重要的时候，再把大家逐一清洗出去。一旦开始被清洗，在场的这些人因为有把柄在对方手里，根本就没有反击的能力，只能灰溜溜地交出所有资源，然后滚蛋。而且就算滚蛋了，也未必就是最终结果，因为把柄不是因为他们离了职就会自动消失。只要奈特还想继续整他们，完全可以在他们离职之后再将把柄曝光，到时候就等于彻底断送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众人都纷纷看向吉米，生怕这个时候吉米真的不跟大家站在一起。吉米自然明白奈特的意思，要不是自己还被叶晨拿捏着，有这种能够摆脱风险的机会，自己肯定会牢牢把握住，绝对不可能跟这帮人共进退。可现在情况不同，奈特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自己要留下10个人在这里陪自己一起为叶晨打工，工资还得由奈特来发。这种时候，正是想办法树立起个人形象的好机会，自己肯定要把握住。于是他看着奈特，冷声道：你在给我们挖坑设套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我们这些打工人是同一个群体。现在你想让我把自己从里面摘出来，我该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奈特连忙道：你现在已经是董事会成员了，和他们已经有本质性的区别了。吉米摇头道：我并没有接受你的期权股份，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算你们董事会的成员。说罢，吉米看向众人，高声道：在这件事情上，我要和大家共进退。吉米这话一出，众人立刻欢呼鼓掌起来。在今天之前，大家其实都挺烦吉米的，这人身上缺点很多，吝啬和贪婪并存是最让人反感的，即便与他做同事也会让人感觉非常难以接受，因为他会在无数小细节上占别人便宜，把别人当傻瓜。可是在这一刻，他身上迸发出了理论上根本不属于他的人性光辉，在这么大的问题上能够有如此心胸和责任感，让大家对他所有的积怨和不满都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吉米也没想到自己难得狗仗人势的冲一回正义人物，这心里感觉竟然会这么爽。史蒂夫见他装上了，便忍不住低声问叶晨：叶先生，吉米跟奈特这么针锋相对，待会该怎么收场呢？叶晨笑道：待会儿肯定是你来收场了，你看吉米现在已经开始为他自己将来铺路了，他知道以后要常年留在华夏，而且还要跟10个同事一起，他自然想成为这10个人的领导者，现在这么做就是给自己树立一下威信。说着，叶晨又道：不过他现在只是虚张声势，
你不替他背书，奈特不可能把他当回事。你替他背书就不一样了，奈特就绝对不敢跟他造次。史蒂夫点点头，问叶晨，那我一会就直接帮他撑腰，直接把这件事情定下来。叶晨笑道，也别这么生硬，你毕竟是在我们华夏的地界，凡事都要讲究一个阴阳调和。史蒂夫诧异地问，阴阳调和？对，叶晨道，有些时候两个对立面并非是势同水火，一方非要把另一方灭掉，对我们来说，更多时候两个对立面更像是冰水和热水之间的碰撞，处理好的话，两者融合成温水，喝起来反而更舒服。我们华夏人做事，只要没彻底撕破脸，一般都会给大家留些余地。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你更适合当个和事佬，先让他们继续剑拔弩张，等时机合适了，你就出面用你的身份地位，给双方一个台阶。当然了，这个台阶要让奈特得到一些面子，失去一些票子；对其他人，则是失去一些面子，得到一些实惠。一方面确保奈特不会用他们的把柄要挟他们，一方面还要确保奈特心甘情愿给他们发薪水。